therapies for the carpal tunnel symptoms. And so Duan Ran, he was graduated from the acupuncture and Tuina departm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he had worked successfully at the Beijing Daxing District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a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ospital, United Family Healthcare, Guangyumen Clinic, Hop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and Yuyuan Tang specializ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orthopedics.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 seminar 呢是由段然来为我们展示这个讲腕管综合症的，然后这个今天的 seminar 会 cover 到腕管综合症的基本概念和临床检查的方法，以及中医手法、临床思维怎么去活动我们的关节，如何在告诉病人就是自我调理。那段然呢，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毕业，然后毕业后呢，就在北京市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和睦家广渠门诊所、后破中医诊所、玉渊堂从事中医骨科、伤科。那工作中呢，主要跟随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奥运会医疗专家任玉恒教授学习实践安纯如、安广灵骨法按摩，治疗各种常见病和疑难杂症，为各类的这个职业运动员进行运动损伤的预防、维护和康复治疗等等。So today's seminar will introduced by Chinese, but we have the bilingual PowerPoints. So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just post your question in the chat room. Thank you. Welcome to Duran. 各位同道，上午好。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腕管综合征的一些治疗的情况，还有它的思路，就用它为例子讲一下我的治疗常见骨伤病的一些认知。我看一下怎么把这个 PPT 给大家分享一下。好，行，我们正式开始。今天主要讲一下腕管综合征，然后同时通过把这个腕管综合征的治疗的思路讲一下，就是我对中医手法、临床的这个思维的一些认知和想法，分享一下个人经验。嗯，首先先讲一下腕管综合征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因为我听这个丁老师说，就是我们的同道可能有的是刚毕业，可能或者是他从事的方向不一样，所以可能对这个腕管综合征不是都接触过。我们讲一下一些基本的概念。这个 PPT 可以看得到吧？首先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讲正中神经在穿过腕部的腕隧道，就我们常叫腕管这个地方受到神经压迫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主要的症状就是大拇指、食指、中指，还有无名指靠近中指这一侧的一半会发生疼痛啊、麻木啊、刺痛的这个感觉。典型的症状通常都是渐进式的，就越来越重，而且是发生在晚上，疼痛的感觉可能会延伸到整个手臂，特别是前臂这块。患者的抓握的力量呢，有可能会减弱，而且时间长了以后，他的大鱼际的肌肉会萎缩。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基本上临床上我们能看到的这种腕管综合征的病人，他都是大鱼际萎缩之后症状比较重了才来就诊的。
刚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容易误诊，比如认为是颈椎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或者就认为是小问题，他就不看，都是严重了，肌肉都萎缩了，神经的压迫症状已经很重才来看。但是有一个特点，它和其他疾病区别呢，就是它的大鱼际这个感觉是正常，只是它的肌肉会萎缩，啊，它的力量会下降，同时有疼痛、麻木的这些感觉。你去给它针刺呀，或者是测量这种温度觉，它的这个感觉是正常的。如果说感觉都出现异常，那可能是更严重的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个英文的这个 PPT，我们多展示个大概几秒，大家可以有需要的截屏一下。那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就是它的临床检查。临床检查呢，主要讲说物理检查的这些方式，比较经典的就是这4种，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测方式。这个呢，大家可以参考，但是不用说特别在意。待会儿我们会讲说为什么不用太在意这个物理治疗的这个检查，因为它是有很多的局限性的。首先就是这个培伦式试验法，就是手腕屈腕到极限，然后保持这个姿势，时间长一般就是你要让它1分钟以上。如果它1分钟以内就出现这种正中神经支配这个范围出现麻木啊、疼痛啊、感觉异常啊，就是阳性。呃，相当于就是它给这个腕管增加一个压力。第二个呢是提内尔氏征象，也是一个正中神经的检测方式。这个是我们教科书上经常会提到的，它也是给腕管这个部位加一个加压，但是它是属于轻敲的这种方式，就是把这个正中神经这个大概区域用手指轻轻的敲动。比较严重的时候，或者说腕管确实受压的时候，你轻轻敲动，它就会诱发疼痛，还有正中神经的这种感觉异常。还有一种呢，叫做德尔坎测试，这个就是更直接一点，直接用拇指压住这个手腕腕管的这个区域，直接压迫30秒，不需要太大的力量，只要正常的就是给它一个压力就可以。很多病人比较典型的来了之后，基本上你一压，他就马上就会有症状。嗯，30秒左右呢，就会症状会非常重。这个实验和前面提到这个培伦式实验其实是一个原理，都是给腕管加压。一个是主动加压，就是让患者自己屈腕；一个就是被动加压，呃，治疗师来帮他给他一个被动的压力。所以他两边检查的这个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也可以发现一些其他的问题。详细的我们就先不说，只是介绍一下。另外最后要重点提一下这个举手测试。举手测试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将2个手高举超过头顶，让它待2分钟以内，如果出现这个症状的话，就是阳性了。这个看起来就是特别简单，但是实际上从文献上来说，最不容易出错的，最容易检测明确这个腕管综合征的，就是这个举手测试，检出率非常高。因为手腕呢，因为我们日常用的比较多，它其实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包括肘关节啊，包括其他地方有些颈椎的问题，正中神经都会受压。这个时候你用一些局部加压的方法呢，可能都会有这个阳性的表现。这个时候呢，不能说特别明确是这个腕管综合征的表现，但是举手测试是相对比较明确，可以确定是这个腕管的问题的。原理的话，我们一会儿讲到上肢的结构、手腕的结构的时候，会再提一下这个原理。待会儿我们再分享一下这个英文的 PPT，大家稍微等等个几秒钟，大家可以看一下，过一遍，或者是截屏一下。这些检测方式从一些专业书籍或者是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
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常见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就是教科书上会讲到的一些治疗方法。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支距固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啊，这个是主要是针对腕管综合征或者是手腕骨折的一些，其实用的最多的就是腕管综合征会用这个支距，呃，可能有的中文的叫法叫做副木，它是一个硬质的啊，这里是有硬的支距的，同时它有加压，但是这个压力是相对分散的。这个支具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患者让他一直带着，带着呢，避免他比如说出现一些活动的时候会给腕管再加压，同时呢，它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比如磕着碰着呀，大多数来说比较轻的患者，他戴上这个支具之后，可以减少这个渐进式的加重，有的比较轻的是戴一戴支具可能就会好。但是如果出现他肌肉萎缩了的话，其实戴上支具之后，有可能会让他的这个肌肉萎缩加重。我们去做针灸治疗，或者是开中药或者其他方式给患者治疗的时候，也可以提醒患者，去带一个支具。第二个就是常见的激素，主要就是类固醇类的，也是局部作用。有的患者是会效果比较好，但是大多数患者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副作用还是相对大一些。因为腕管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结构，一会儿我们会专门讲一下。呃，你如果想打到特别准确的这种位置呢，难度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激素这种疗法的话，不是太推荐，因为后续的问题比较多。但是相对年轻的患者，然后初次发作的患者，其实可以尝试。有的人他一开始刚发作的时候用了激素，很快症状就能缓解，而且后续维持的还是不错的。第三个就是前两项效果都不好的时候，会建议进行手术。手术就是腕管减压术，它会把整个手腕掌侧这块皮肤切开，分层切开之后，把这个腕管减压。手术的指征呢，通常就是下面我们说的这个，当出现持续的麻木、肌肉无力、萎缩比较严重，规范的保守治疗不能控制，越来越厉害，甚至影响到正常生活的时候，就需要手术了。但是从现在来说呢，对腕管综合征这个疾病，短期来看做手术呢，它是比带支具这种疗效更好，就是6个月以内，就短期的疗效是相对好一点，但是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呢，手术和支具的疗效非常相近。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手术的效果不是很好，不太理想。从长期来看，对患者的帮助不是太大。因为可能有些这个同道他见过这个腕管综合征手术以后的病人，手术本身确实是能解决一些问题，让他的腕管的压力减轻。通常做完手术以后，你再去用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检查方法的时候，你去给他加压，去让他去做一些动作，他不会刺激这个症状了。但是他的这个麻木呢，通常不会完全解除，肌肉萎缩有可能也不会得到改善，只是说疼痛可能会得到缓解，但是他的痛苦的地方可能不能完全消除，就是我们提到的长期疗效的话不是很好。我们再分享一下英文的 PPT。前面讲的就是一个常规的腕管综合征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检查方法，和有我们能够见到的一些治疗方法。
这个讲的其实主要都是现代医学，就是西医的这些东西。我们大多数会员的话，我们同道都是学过中医的，所以我们去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一讲。不知道其他的同道什么想法啊？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看到如果说一个病人他来的病说，哎，我这是什么什么综合征，他诊断就是西医的诊断就是什么什么综合征，我是特别高兴的。这个高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如果现代医学对一个疾病或者一堆症候群，它规定的命名是叫某某综合征，说明现代医学的这个临床的思路，还有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它是认知的不是太清楚的，或者说没有办法明确它的病因，没有办法明确它的这个治疗方式，因为你病因都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会生病，生病为什么会引起这些症状，都不是特别明确。这个时候，他的治疗也是一定受限的，所以就会出现对这种综合征的治疗疗效不是那么理想。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中医的临床思维方式、中医的治疗方式，来够更好的帮助患者。或者至少可以让患者在中医和西医两种方法的帮助下得到更好的疗效。从我的理解来说呢，就是中医的思维还有西医的思维呢，就是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刚才我们这个 PPT 上写的顺生理的思维和顺病理的思维。现在的西医的现代医学的这个大多数的疾病的认知呢，主要就是顺着病理的思维。就我们拿这个万管综合征来说，刚才我们也讲了定义，讲了检查方法，讲了治疗，这一系列一整套的方法，我们看到之后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认知，就是现代医学对这个病的认知呢，就主要是从万管的这个局部的结构、局部的病理情况，就是他觉得是因为万管这里压力太大，出现整个万管的正常功能出现问题，它出现一些病理的情况，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比如万管里面长东西了呀，确实是有这种增生啊、变形的这种病理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万管综合征的患者，你去问他说你有没有做什么检查呀？你会发现他可能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检查，只是根据症状、根据临床检查来诊断的。因为这个疾病，它其实从疾病来说，大多数人他还是处于一个生理功能的问题。你去给他手腕这里局部去做 CT 也好，去做核磁也好，尤其是做核磁，按说来说核磁的检查已经非常精细了，但是万管综合征的患者，你去做核磁的话，会发现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就是也不是长东西了。它的结构呢，你说完全卡住嘛，也没有到那种特别紧张的程度，它还是有活动范围的。而且患者自己也是，他还能正常工作，还能生活，只是说做有些动作他会非常的受限，然后容易疲劳，而且力量变差之后，好多事情会做不了。所以如果你一定是纠结于他要有病理的，你才能处理嘛。但是对这种病人来说，你是发现不了他的病理原因。如果只看局部的话，只看局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局部你发现它都是好的，但是它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最后就只能命名一个什么万管综合征，它就是万管综合征，就是讲一个万管这里的部位，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它就叫做综合征。我们从中医的这个思路呢，我们就不考虑它的病理，因为病理我们也发现不了它的病理现象，那我们就是顺着它的症状，顺着它的生理功能，顺着它的生理结构，我们去做一个思维的思考，考虑一下万管综合征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顺着生理呢，我们就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局部结构还有整体结构的关系，就是我们要考虑它的关节结构的状态里面的组织各个层次
肌肉、韧带、筋膜，包括它的正中神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跟结构有没有关系？怎么改变能够让它这个结构恢复正常的状态，不会出现这些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要从时间和空间来做一个动态的分析。大家如果接触过腕管综合征的病人，仔细问诊的话，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就腕管综合征的病人，他会怎么跟你说呢？他说：“哎，我就晚上疼得很厉害，晚上麻的厉害。白天他工作的时候，他动起来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么难受，甚至还可以正常工作，忍一忍呢，还可以很优秀的完成一些精细的动作。当然这是早期啊，时间长了之后，随着他的病变越来越严重，他可能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到最后就是日常生活、日常工作都没法做了。所以一定要从两个结构来考虑，一个就是手腕、前臂、肘关节，还有甚至我们待会儿会提到，你要考虑颈椎和胸椎，还要考虑它的左右的对称，就是整体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整体思维。其次要有一个动态的观念，就是要有空间和时间的分析。空间呢，就是说我们的手腕，是一个比较精细的一个结构，呃，还有就是时间，就是它都是累积的，而且是渐进的，不是说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不是说这个病人24小时他的症状都是一样重，它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我们看刚才的临床检查的方法也能发现到，你给他的手腕加压，你让他手举高，他的症状就会出现，就会加重。那么我们反过来思考，那你把他的手腕的压力减轻，不让他有腕管有压力，让他的手在下面，不会说让他的这里腕管的角度啊、空间压力变大，那他是不是就没症状？那我们这个临床思维就可以从这种生理结构和空间时间上出来一个治疗方案。我们先分析一下刚才，就是先分享一下刚才这个 PPT 的英文版。英文版之后，我们看一下解剖图，从解剖图上我们讲一下结构的问题。我放了一个腕管的一个解剖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正中神经这里，它是在腕管，腕管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嗯，但是正中神经的问题在哪儿呢？它下面是骨头，前面是皮肤，所以它这里离皮肤非常的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结构我们做屈腕或者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它的压力是从哪儿来的？很明显啊，就是如果他屈腕或者说他抬高的时候，他会手臂会旋转啊，或者是给这个腕管加压，这个压力是从他的后面的这些腕骨来的。我没有准备腕骨的这个骨骼的结构图啊，但是大家可以从网上找一下，或者我们对着自己的手掌看一下，你的腕管是在手腕和前臂交界的地方，所以当你屈腕的时候，背面它就是正中神经的背面，就是我们的腕骨，还有耻骨、桡骨，主要是桡骨这块。这个时候它会形成一个挤压，对这个掌侧，就是我们正中神经的这个位置，形成一个挤压的情况。这个时候它的压力就会变大。当然，我们屈腕的时候是一个极限的状态。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检查，你给它被动加一个压力，也是这样的。被动压力，因为后面就是桡骨，就是腕骨，所以你给它一个掌侧的压力的时候，它的神经也是受到压迫的。这就是我思考的，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包括它的临床检查思路，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当它的压力变大的时候，正中神经会受到刺激，就会出现症状。
实际上我们自己可以拿自己做一个实验，我们是正常人，我们手腕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持续给这个腕管一个压力的话，你的前掌也会出现相应的神经受压的症状，因为这是一个生理结构决定的，或者我们说一个叫物理现象，就背面是硬的，背面是骨头、腕骨和桡骨，前面是软的，是我们的皮肤、肌肉、筋膜、神经，那一定是硬的欺负软的。很多人会说我们中国有的这个提法叫以柔克刚，但是实际上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也好，从物理原理来讲，绝大多数情况是硬的欺负软的，是硬的可以克软的，以柔克刚，以软克硬，这是一定是要在很多很多专门的前置前提下才能实现的。正常前提下，尤其是在我们生理结构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大多数情况都是硬的欺负软的，硬的组织压迫软的组织，软的组织出现问题了，出现它的正常功能不能实现了，就会出现我们各种所谓的病理的症状。但这个时候，短时间内或者说它还没有压迫超过一定限度之内，它还是处于生理范围，但是已经有症状。如果出现已经压迫出现病理的症状的话，那它就是更严重的疾病。但是它影响生理功能之后，神经受压迫，血管受压迫，大鱼际这里的营养供给就会出现问题，它的神经支配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肌肉的萎缩、麻木、疼痛、无力、力量下降。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生理现象，不是一个病理现象，它还没有到病理的那种程度。但是从我们的认知当中，从中医的观点来说，这已经是属于病了，就君有疾在腠理，不治恐深。所以我们对病人来说，你要把它分得更清楚一点。见到这种综合征，我们先不要着急去考虑说他有没有病理的问题，先考虑他的生理哪里受限了，他的疾病的层次是在什么地方。在于这种生理范围、生理功能的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医的优势，或者说我们中医这种思维的优势。我们治疗的思路就非常简单了，我们要想办法把他受压的这个情况减轻，或者说治疗到让他可以允许做一些，比如屈腕，比如给他腕管这里加压，或者手抬高的时候，正中神经前面的软组织也不会受压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即使它受压，也不会超过它生理允许的范围。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让疾病让这个综合征处于一个可控制的状态，而且随着我们规范的治疗，一定是可以让它恢复到它发病之前的状态，就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无痛无碍，不影响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一个日常的生理状态。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治疗比较满意的疗效的，患者也会接受这种疗效，而不是说一定要让它逐渐加重，甚至影响他日常生活，需要做手术，甚至做完手术以后出现各种手术之后的问题。那么怎么做呢？我们最后就是说的怎么去做呢？呃，我通常用的主要方法呢是中医正骨推拿的方法，其实是原理是非常简单的，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思路，你要从生理结构、从时间、从空间上来考虑。空间上考虑呢，我们就要看它的整体结构，不能光看手腕这里。我们看手腕就是上面是腕骨，然后下面这里就是桡骨和尺骨。那么我们怎么把腕管的空间做得更大，让它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接受足够的压力，接受足够的日常活动和工作呢？答案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去做呢，我的思路是这样，就是你要先想办法把大的关节调整好，因为我们中医一定要有整体观念，不要像刚才分析的那样，就是你
把它光看到手腕这里，手腕有症状，光看手腕这里，但你会发现没解呀。你只做手腕这里，腕骨这些8块小的骨头卡得非常紧，里面韧带啊、肌腱呀、这些非常紧，它把它包裹得非常严实。而且通常腕管综合征的病人呢，他的这个手腕的变形其实是已经很严重了。你去检查的时候去摸一摸，你觉得他那个骨头都卡住了一样，非常的硬，甚至很多都变形了。你会觉得很难调动它呀，怎么能让它这个空间变大呢？它已经每个腕骨之间、腕骨和掌骨之间、腕骨和齿桡骨之间，空间都已经非常挤了。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让正中神经、让血管、让正常的这个腕管组织去正常活动了。那你如果只是看手腕这里，就非常难了。包括做手术，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手术切开之后会发现空间非常的窄，硬的组织已经把软的组织挤压压迫的没有多余的空间了，所以它才会发病。这个时候你去松解，也只能说从掌侧去松解，从掌侧去松解，它余地一定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你只有硬的吸附软的，你软的掌侧这里你松解再多的话，它一屈腕，腕骨和齿桡骨挤压到一起，它的空间还是不够的。那我们就不能光看局部，一定是看整体考虑。至少我们要往上多想一步，往上多想一步就是耻骨和桡骨往上，就是我们的肘关节。耻骨和桡骨就是两个并列的骨头。大家没用过筷子的话，也一定见过筷子。筷子就是这种结构，就是两根并在一起，通过我们手从远端控制，可以让筷子的末端去夹取食物，去夹各种各样的东西。手腕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肘关节、齿桡骨就可以认为是两根筷子，它通过旋转，通过各种扭动，通过屈伸，它可以控制远端的我们的手去抓取各种东西，做各种灵巧、精确的动作。那当手腕这里出现问题了，就是我们的筷子最末端的时候对不齐了，用的太久也好啊，这两个筷子找不到匹配的也好，这两根筷子末端出现问题，对不齐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像我们手腕这里就挤压到一起，你不能灵活的去活动？那怎么办呢？我们去用筷子，给你一双不匹配的，一个长一点，一个短一点，两根筷子，怎么做呢？你去把它对一对啊，把末端对齐一点，上面空间让出来一点，下面手腕这个小关节是不是就有更多的空间了？所以我治疗的思路就是先把肘关节这里开始，不是从手腕这里开始。你从手腕这里开始能做的非常有限，就算你的手法再好，你用针灸或者用手法敷药，它局部的空间已经非常窄了，就跟你去给它局部做手术是一个道理的。你去改善只能改变一些浅表的问题，它硬的结构，腕骨之间、腕骨桡骨之间、腕骨掌骨之间这个空间，它已经没有太多余地了。所以我们要从更远端的思路，从我们上游，从肘关节这里找空间、借空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就病人他是说我手腕有问题，我的手掌出现无力啊、肌肉萎缩、麻木、疼痛，通常并不会说他的肘关节有问题。但是你去找到他的肘关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肘关节很大的概率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比较常见的会出现一个畸形，这种畸形呢是生理范围之内的，但是它会出现一个内翻的畸形，有点像我们脚踝的这样，就是扭伤过的人他会有一个内旋的畸形，他的前臂会处于一个内旋的一个状态。嗯，怎么说呢？这个是从我们日常观察和生理结构决定的。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大部分情况是处于一个前臂内旋，然后手腕屈曲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手这个去完成各种工作、各种日常生活中必然要做的一个动作，所以它就会造成你手臂前臂的内旋和外旋动作的一个频率和动作力度的一个失衡。很多人都会出现它的内旋远远大于外旋。当然，特定的职业运动员还有一些特定的工种会例外，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说内旋更多一点。然后腕管综合征也的患者大多数也是这样，就是他出现一个内旋的一个状态，前臂内旋，你让他尝试做外旋动作的时候，会发现他外旋是受限的，内旋其实也是受限，但是他整体的手臂是处于一个内旋状态。大家可以看到，有些人他是放松的状态的时候，手背是朝着正前方，这就是一个前臂内旋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从肘关节再继续往上看，会发现它的肩关节也是一个内旋的状态。然后再往上看，它的颈椎可能处于一个头前移，胸椎也是前移的一个状态。那前面有什么？前面就是腋窝、肘窝这些神经血管通过的地方，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理论，硬的会欺负软的。你既然关节都是一个前旋前移的一个状态，那神经血管一定多多少少会有受压的状况。只是说，相对于手腕来说，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颈椎，它有更大的关节、更大的软组织空间，所以有可能它有腕管综合征的时候，它的肘关节、肩关节、颈椎可能没有症状，而是把症状集中体现在前掌、手掌、大拇指这里。那我们治疗的时候，其实也是要这样，你至少要把腕关节这个内旋的状态要纠正过来。如果你能把腕关节的肘关节的这个内旋状态纠正过来之后，那它肘关节的空间一定是相对恢复正常一些。它对前侧、对我们的掌侧或者说内侧，中医讲的这个阴经的部分，它的压迫就会减少。那么传导到下面，你的手腕的空间就会得到解放，它对掌侧、对腕管、对正中神经的压迫也会得到释放。这个时候你再去操作手腕，就会发现它有空间了。你去用针灸也好，用中药也好，甚至说他去做手术也好，效果和最终的疗效也会比你没有解开这个肘关节之前状态要好。当然也有非常多的病人，你松解完他的肘关节之后，发现他的手腕还是没有改善，这个时候你需要更加扩展思路。我的观察就是，他的肩关节可能也需要松解，他的颈椎也可能需要治疗，然后他的胸二、胸三这个位置也需要你让他有一个往后后移。就比如有的人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种所谓富贵包啊，就是他的胸椎这里已经变形的很厉害，导致前面的神经都会受压，臂丛也会受压。这就是我讲的我的对这个腕管综合征的认识，还有治疗的思路。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下说这个，就是刚才通过我们这个思路的捋顺之后，我展示一下我日常当中治疗这个腕管综合征或者是相关疾病的一些基本的手法。一个是肘关节的一个基础操作，一个是腕关节的一个基础操作。这个我们现在叫做结构动态诊疗法，是维多利亚的关炳俊医师首先提出来的，我也跟他学习过。他也会定期举办培训班。这个肘关节和腕关节是一个基本的操作。我先把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这个手腕和手肘的基本操作，我把视频就放在一起了，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大家好，接下来来演示一下肘关节的操作。肘关节的操作让患者平躺，前臂伸展开，一只手握住手腕，一只手握住肘关节作为支点，将手臂外旋到极限，然后给它左右、前后旋转，各个方向去松动调整前臂桡骨和耻骨的关系，调整腕关节的角度，继续重复。再内旋到极限。都调整完之后，换成另一个角度调整内侧的关节，也是作为一个支点，手臂先外旋，左右前后旋转，调整一下手腕的角度，再内旋。这就是所有的操作。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手腕关节的操作。手腕的操作，一只手的虎口的位置握住它的腕骨关节的地方，给它一个支点；另一只手握住手掌的前面部分，然后通过两只手的配合，调整关节的空间还有位置，包括旋转、旋拧、换一个角度，前臂的位置不一样之后，同样的操作。关节松动开之后，我们要调整手腕支点的位置，来调整不同的腕骨。这就是手腕关节的所有操作。我们看完这个操作，动作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刚才我们捋完思路之后，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说的是怎么想的，就是怎么做的，就是把肘关节的空间，就是耻骨、桡骨还有肱骨之间的空间，先让它松动开，纠正它一个内翻的畸形，让它掌侧有更多的空间来给腕关节操作。然后手腕这里呢，也是同样的，先操作腕骨和掌骨之间的空间，最后有了足够的掌侧的这个腕骨和尺桡骨之间的空间之后，我们再去操作，就会变得更顺滑。这个时候通常，呃，掌侧这个正中神经的压迫就会得到解除，或者说它的压迫我们从空间上、从时间上就得到一个给它解压的一个状况，就和我们刚才讲的临床检查做了一个相反的事情，就是让它掌侧的压力减少，更多的压力和空间给到腕骨和尺桡骨，从而让患者的生理结构和生理功能恢复到一个它现有的结构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详细的操作呢，因为看视频的原因，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但是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有同道对这个操作感兴趣呢，可以跟我约时间来我的诊所体验一下，然后我给你现场展示一下，你在身体上感受会更直观一些。最后讲一下术后患者的治疗，因为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门诊很多患者都是他已经非常严重了才去治疗，然后严重到保守治疗可能已经效果不好，他就只能不得不选择这个手术。但是我们刚才讲了，你从病理的思维、病理的认知去看这个病，去按病理的思路去做手术，它的疗效并不是很好。会出现很多手术之后的一些问题，就是患者他的手掌
仍然是有肌肉萎缩的，仍然是握力减退的，仍然是有疼痛和麻木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同样可以帮到患者，不是说这个患者做完手术以后他就没得选择了。因为现在不管是常规的这种腕管减压术，还是说现在的关节镜的一些就是微创手术，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手术，并没有解决这个腕管综合征的问题。即使做了手术以后，从长期来看，并没有比你只带支具，让他休息，让他这个减压效果更好。而且带来了手术自身的问题，比如手术的疤痕的压迫，手术一些粘连的问题。所以当遇到这种患者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积极发挥中医的优势和特色。第一个就是关节松动方法，其实和刚才我们讲的是一样的。千万不要按照这个病理的思维，只看这个手腕局部啊，这里有很大的刀口，有很大的疤痕，啊，你手腕的变形了，手腕活动受限了，你只处理局部的话，疗效一定不是很好。我们要有一个整体的思路，去问一问患者其他的症状，观察一下患者的肘关节、肩关节，看一看他的颈椎和胸椎。有的患者他手术如果做得非常好的话，你可能都不用动他的手腕，你把他的肘关节的一些空间问题、结构关系的问题纠正好以后，他的疗效就已经可以很好了，因为他手术毕竟把腕管这个大多数的压力给它松解掉了。但是手术自身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手术瘢痕，尤其是有一些人他有这种瘢痕体质，它的每一层都会有瘢痕，而且有可能会有粘连的现象。这个时候我们要专门做一下这个手术瘢痕的分层松解。松解也是不能光看这个瘢痕局部，你要考虑它瘢痕的手术瘢痕的这个切口方向，然后切口的层次，然后把这个表层、筋膜层、肌肉层，它各个不同层之间的这个空间松解开，然后它顺着它的这个手术的方向和手术的瘢痕要有一个垂直和交叉的关系，把它的手术瘢痕逐渐松解下来。你用手法也可以，用针灸也可以，甚至外敷一些药效果也不错的。但是不是只在局部这里做文章，一定是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因为它瘢痕看起来是局部，但其实是会牵扯到更远的地方。最后我们讲一下功能锻炼，功能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术后的患者，还是说他没有做手术，直接来找我们做中医的保守治疗。功能锻炼我们也是要考虑，它的空间的问题、时间的问题，还有患者能够接受的程度。我推荐几种方式，推荐这个我 PPT 做在后面，就是辅助锻炼，第一个是粘指，粘指是峨眉临济宗的一个入门基本功法，动作非常简单，大家可以把手举起来自己试一下，用你的大拇指，然后对着自己的食指的根部，然后把手掌曲起来，大拇指沿着食指到指尖的末端，然后到中指，到无名指，到小指，然后顺着小指到小指的根部，然后再反过来，这个就是粘指。但它这个你可以只是在这个末端，也可以就是转圈儿，从根部这里回到食指这里，也可以反过来。一般我建议患者，或者是建议大家自己练的话，就是从食指的末端一直到小指的末端，然后这样反复的去做就可以了。这个其实就是对正中神经还有整个手腕的一个松动。大家注意，就是做的时候不要屈腕，一定是把手腕伸直，甚至稍微的扬起来一点，稍微背深一点，这样会对
腕管的减压更有帮助，就和我刚才在视频当中展示的，就是松解手腕腕骨这个原理是一样的。第二呢，就是用握力器，握力器可能大家都见过，有的人可能也练过，但是要学会正确的用法。我先看一下图片，我比较推荐用这种握力器，这个都是从亚马逊的网站上下的截图。这种腕力器呢，它是旁边有一个旋钮，通过这个旋钮可以调节它的阻力的高低。这一个展示是从5公斤到60公斤。一般病人来说的话，5公斤可能他都会觉得有点困难，但是没关系，你不用把这个握力器握到头，只要让患者或者锻炼的人让他觉得有阻力，再抗阻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不是光练这个抓握能力，握力器不是光练抓握能力的。我们抓住保持住这个压力之后，不要松手，然后去做背伸、屈腕、背伸、屈腕，做10到20下一组，放松开，然后第二次再抓握，再做20个一组。这个方向做完之后，我们要换一个方向，做一个手腕的偏转，也是20下一组，做3到5组。最后呢是抓住之后旋转手腕。有没有发现这个动作其实和我刚才视频中展示的松解手腕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说我们通过工具让自己调整腕骨的关系，让腕骨的空间得到释放。这种主动锻炼有主动锻炼的好处，被动锻炼有被动锻炼的好处。主动锻炼的好处是可以，呃，让它的恢复呢更好控制，不会出现说患者他症状比较重啊，接受不了或者调整完以后有不舒服。被动调整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手来调整患者的腕关节呢，可以让他的关节的间隙，还有他的背侧的一些运动方向，他自己主动是锻炼不了的，可以让他的关节范围可以更大一点。第二个推荐的呢是一个锤子，大家可以在这种工具店或者网站上都可以买得到。比较推荐这种八角锤，长度就正常的长度就可以，不要买太长的。重量就是推荐4磅。当然，如果就是身体比较强壮的男性，可以考虑6磅，但一般就不要在6磅以上了，因为8磅或者10磅的就非常沉了，这个病人肯定是承受不住的。当然，也有更轻的2磅的锤子，它的锻炼呢，相对更简单一点，就不像握力器这么复杂。大家握住这个锤子的末端，当然这个杠杆是可以调整的。如果你的如果你的这个状态比较差呢，就尽量贴近这个锤头。如果觉得状态还 OK 呢，就可以握住这个把柄的末端。这个时候保证手关节不要动，去做一个内旋外旋的一个动作。我们去把这个视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好，推荐一个用锤子就可以锻炼前臂和手腕的方法。这个方法李小龙也推荐过，但是我们不需要练那么大的力量，用一个普通的4磅的锤子就可以了。抓住锤子的末端，然后持平，手臂外旋，注意保持肘关节不要晃动，内旋到极限，然后再外旋到极限，大概做10到20次，停下，可以放松了。这个就是锤子的，刚才我们看视频看到这个动作，大家可以去自己试一试。如果状态真的是特别差，比如一些老年的女性啊，或者是小朋友的，那我们就不要用锤子了，你可以给他用一个羽毛球拍，或者用网球拍，它的配重更小，然后更容易达到这个动作。
看到刚才的动作，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我推荐这个锻炼呢？不是说因为它是李小龙推荐的，因为它确实锻炼的效果不错，而且我们只要控制好这个肘关节的稳定性，通过这种旋拧的前臂旋拧的运动，我们是可以纠正前臂的一个内旋的一个变形，包括有一些病人他是外旋的一些变形，然后可以调整肘关节的空间关系。所以我比较推荐这个锻炼。最后推荐的一个是万力球，万力球可以看大家看这个图片啊，可以用这个图片去网上搜索，也有很多卖的。然后这个我也录了一个视频，它是对手腕和前臂非常，包括整个上肢，非常全面的一个锻炼，也是最近比较好的一个工具吧。我录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好，手腕有问题的人，我推荐可以买一个万力球作为恢复来用，它可以很好的放松手腕的关节，还有前臂的肌肉。操作方法很简单，把它内部的小球按照箭头的方向先转几圈儿，之后有一定的拉力之后可以放松，比如说顺着它手腕的小球转动，可以让这个小球转动一直转动起来。随着你的转动速度越快，它的离心力也会越大，你的手腕可以得到一个持续的锻炼和放松。这个训练最好持续2到3分钟以上，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给它放下来。啊，这是一个万力球的锻炼方法和样子。它是利用离心力来锻炼，而且是可以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力量的。嗯，相对来说，对一些比如网球运动员、羽毛球运动员，还有会用到手腕的一些运动员，攀岩呀，包括现在做 IT，他经常对着电脑，造成这种手腕关节紧张、放松不下来的，都是可以用的。包括我们同道当中很多针灸师，扎针太多的时候，手腕也很容易紧张，都是可以用这个腕力球来放松锻炼的。这是术后，包括我们保守治疗的时候可以给患者推荐的功能锻炼。最后讲一下就是针刺和药物治疗。这个其实就是跟刚才一样，我们顺着生理的思路，就是大家不要光看局部怎么去局部取穴呀，一定是局部取穴，结合远端取穴。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在对侧的手腕的地方，比如阳池啊，大陵这些地方扎上针灸之后，然后让患者活动这个患侧的肢体。当然，我们也说了，就是很多这种腕管综合征的患者，他通常都是双腕，两个手腕同时有症状。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先治疗一边，然后扎另一边，然后一会儿再反过来，也可以直接在他的脚腕的相应的部位取穴，然后去治疗的手腕，或者让他自己手腕主动去做一些功能锻炼。药物治疗呢，我们就不太详细讲了，但是其实也是要看患者整体情况。局部的话，其实是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局部敷在这里，尤其是这个就是要敷一些掌侧了。嗯，选择非常的多，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我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今天的讲座就大概讲到这些。各位同道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问交流一下。谢谢段师兄。那有朋友需要问问题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开麦。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you can turn on the microphone as well.
那我知道，可能比如说像手法的这种课程，线下的可能会更加方便和更好的去学和练习，对吧？所以，如果大家后面需要我们组织一些线下的课去练习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这样子的话给我们一些反馈，那我们就知道大概什么时候去组织这种线下课会更加合适一点，好吗？So normally like a massage trainer, we need practice. So in-person class or seminar is will be much better. So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ny like in-person class, seminar, just send feedback and then let us know, and then we can organize that. 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谢谢丁老师。嘿嘿，谢谢段师兄。嗯，好的。好，谢谢大家，谢谢陈飞会长的那个鼓励啊，谢谢你，Thank you everyone. So today's seminar finished. Have a good weekend.